开门见山，想上分完卡莎凯隐纳尔，艾希有实力，但是太卷反而是掉分阵容。当前版本整体偏向4费阵容，3费赌狗销声灭迹，2费纳尔一家独大，1费能玩的或许还有个幸运爪，而95阵容更惨，就算成型了也不一定打得过4费阵容。这导致2、3阶段很多人都在划水，在养经济，为了4阶段能有更多的钱抽到阵容核心卡。4费阵容多也导致了大家互相卡池，3星4费变得容易，所以自己留牌追3星4费以及提升防守意识卡别人的3星4费也是这个版本的上分要点。不推荐一胜一负，要么就大连胜，要么就直接连败开摆。运营版本经济就是王道，能比同行早上8你就比同行有更多的机会。2阶段里想打连胜却没打出来的，直接卖掉一切卡利西的牌，按连败思路玩。下面详细说说无连胜质量和有连胜质量下的运营思路。无连胜质量下2-1补 F 利息最大化情况下上怪，可以接受直接空城，但是不能接受穷。阵容不着急定，多观察外面环境，结合自己手上装备去考虑这把玩什么阵容。举个例子，出野怪我手上的装备是大剑不甲全套，我会优先考虑凯隐。大剑不甲是凯隐的夜刃，一会儿选秀拿眼泪是凯隐的正义。这个时候再观察场上环境，如果有一家神圣刷新，有一家参天，那我觉得大概率也都是凯隐，那我就会退一步考虑卡莎。大剑全套是无尽，选秀一会拿防装和布甲做成前排肉装，以此类推，你先考虑卡莎，发现外面卡莎的同行多，再考虑凯隐也是一样的。思路灵活，找人少的阵容玩，这就是这版本最重要的上分思路。最晚3-1打完石头人定阵容，不然会影响你第2个海克斯以及流牌上的选择。如果有连胜质量的话，需要开局 F 装备朝通用的和，完全不用考虑玩什么阵容，什么强上什么，保证能连胜的情况下2-5拉5 3-1拉6，用高等级的概率去嫖卡，嫖到合适的4费卡即可确定阵容。连胜的玩家可以不考虑外面环境，自己装备对就可以硬玩某个阵容，让别人来观察你。如果别人跟你报了硬卷，你有血量优势，大概率也是他先出门。4-2拉8后小抽几下，让自己不会被满入，靠血量硬扛上9在大地。如果同行太多，则直接地空抢卡，压缩同行的生存环境，然后再攒钱等同行死了再地第2波。这里还有一个思路，就是连胜到4阶段，但嫖卡一直很差，玩什么都不对的情况下，可以上吉星，4阶段吃一次吉星奖励，然后直接拉9再抽卡，这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做法。具体操作是连胜时留一下吉星牌，做到3级时先上场摇骰子，看一下投到几。如果4以上就4-1上级，正常输几轮开奖就启动。如果是3以下就3-5开局，把低层数的吉星在3阶段输完，4阶段加注再拼一轮，只要能把开奖时间控制在5-1前都是可以接受的。至于纳尔塞纳2个赌狗阵容，过渡期间来得多且没同行的时候直接玩，独家情况下纯减分阵容。下面我再单独说说对目前热门阵容的理解。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艾希，艾希阵容到底强不强？答案是当然强，那么贵的阵容成型了强是肯定的，但问题也来了，那么贵的阵容真的能成型吗？在艾希阵容冷门时，8级可以轻松地出2星艾希，然后划水上9慢慢补阵容质量。现在环境每把都有2到4家艾希，8级地空都难找2星艾希。如果划水上9抽的话，别说艾希了，泰坦安妮可能都见不到几张。这种情况下抽的烂的就是7、8，抽的好的可能也只能头破血流当个老3、老4。所以当你看到这把可能有很多家艾希时候，直接不考虑艾希，让他们自己卷，后4名已经为他们预留好了位置。只推荐在高经济局且只有一家同行的情况下考虑艾希。热补大砍一刀后伤害消得很明显，但玩的人也明显变少了，甚至可以选3战力来弥补削弱的部分。详细的可以看我之前出的卡莎视频，里面的观点除了开局海克斯的选择，别的都还能接着用。新理解就是给加里奥冰甲救赎等带蓝量的装备，让他能先对方力桑卓一步开出技能，防止被扔走。目前天降凯隐在不开4死神后已经不再是单核或者双核阵容了，凯隐莫甘娜加上能挂的任意5费卡都是阵容的输出点，特别是莫甘娜不假赛的情况下是有一个技能烫死后排的实力的，养莫甘娜和养凯隐一样重要。5费卡的选择上，猴子大于利桑卓大于刀妹大于洛大于其他，9人口有装备的2星5费大于高天降，在找不到凯隐时，天降天龙虾也是不错的下位替代。纳尔、塞纳这些2费阵容必须要在3阶段打出连胜，特别是纳尔，如果3阶段没有连胜，蝶永森的血量加成，后面就算3星了也一样，谁都打不过，所以几乎接受不了有同行，选择玩纳尔的时候要谨慎。塞纳绝对是冷门的偷分阵容，虽然又消一刀，但强度依旧在线，忽悠魂牌的时候可以选择。目前送分的玩法只有卓和红溪了，吉洛和缥缈不是不强，而是天降会拿妮蔻，纳尔会拿肾，导致很难3星。注意红溪的约里克依然要给肉装，
龙牙救赎这种待回复的肉装比战时装强得多。3星后快速伤人口，可以不开6擎天位多补5费卡，提升后期上限。本期视频先讲这些，有什么疑问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